就像一本百科全书，读懂它需要有一点天赋。什么该放弃，什么又该追逐，重要是了解谁值得你付出。我们总是轻易被外表麻木，忽略了内心想要的温度。相爱和相处都是一种领悟，老虎也有它的温柔之处。所以要学会抓住幸福，充满脚步，驾驶这一路最美的国度。穿越流言才会遇见祝福，时间会帮我庆祝。所以要学会满足，而不失去羡慕。每份关心都是我的礼物。也许前路有很多未知数，爱会把手牢牢地牵住，爱会让幸福越来越清楚。上瘾了，上瘾？哎，addicted， 上了电脑游戏的瘾了。Computer game？ 只是2个小时没玩电脑游戏，你看他们都抓狂了。No wonder 啦，妈，我告诉你，他们除了睡觉之外，都在玩 computer game。除了睡觉，吃饭的时候也玩。做功课呢？也玩。连冲凉、大便也玩。妈跟仨没有阻止他们吗？妈跟仨也一起玩。Auntie Rose, I want my tablet. I want my tablet too. 你们的 tablet 呢？他拿去了。没错，你们的 tablet 在我这里。我说过了，没有好好的学习，没有认真的读书，就不准碰这些东西。大姨，你知不知道你很变态？变态 ？Cecilia, what is 变态？爸爸蛋。笨佳敏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的安迪 ？Rose， 让他说下去。你就会叫我们读书读书，学习学习。读书学习有这么重要吗？是的，读书和学习真的很重要，因为许多知识都是从书本学来的。尤其是像你这个年纪的孩子，更应该把多数的时间放在学习上，不要白白的浪费光阴。Daddy 告诉我们 ，Minister 说过，不要老是叫孩子读书、补习、做功课。就算是 BSLE 考到全国第1名的学生，也不能再上电视、上报纸了。因为 Minister 说，每个学生都是好学生，每所学校都是好学校。咦，那每个妹都是好妹咯 ？Auntie Rose， 不要插嘴。Sorry。大姨，我问你。到底是你厉害，还是 Minister 厉害？大姨，我 Daddy 说过 ，Minister 是 in charge of 我们的国家，只有最厉害的人才能做 Minister。没错 ，Minister 部长是 in charge 管理我们国家的重要人物，当然比我厉害了。但是现在这里是我 in charge。你们没有认真的读书和学习，只要30分钟就能做完的功课，你们花了2个小时都没做完。即使是做完的部分，也是随随便便、敷衍了事。像你们这样的学习态度是不能被接受的。听着，要尽情的玩乐，就要给我认真的学习。
不去吃中饭吗？哦，没关系，我不饿。我自己做的三明治，吃一块吧。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真的不用了。你是不是怕我的三明治不好吃啊？当然不是啊，不是。那你去吃吧。谢谢。我说请你吃一块。对不起。陈浩卫，你真不一样。现在的年轻人呐，哪受得了这样的上司啊？换成是别人，大概早就走了吧。你也觉得我应该离开啊？这好像不是我能帮你拿主意的。不打扰你了。这是我第10份工作了。怎么可能？看你的年龄，应该刚当完兵吧？我因为心脏有孔的病例，所以豁免当兵。好不容易才把工艺学院读完。说到好不容易，也是因为我重读了2年。跟我同期的同学，不是上了大学，就是出国留学，或者就被实习的公司录取，而我从来没有被实习公司请过。21岁了，短短1年时间，就换了9份工作，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因为我太笨了。你也觉得你自己笨吗？所以人家骂你笨也没关系吗？因为觉得自己笨，所以人家骂你笨也没关系吗？柔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她是叫我不要看不起自己，还是要我勇于反抗？我做完了，我也做完了。大姨，我们做完了。这次有没有认真的做啊？我很认真的做，我也是。好，我看看。很好。OK， 你们现在有1个小时自由的时间，去玩吧。耶！ Benjamin， 来，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的？安迪Rose，我不是叫你藏起来的吗？我有藏，不过妈妈很厉害，一下子就找到了。我已经检查过了，该留的我都留了下来。至于这些电脑游戏和漫画，都太暴力、太血腥了，有的甚至有年龄限制，对你这个年纪的孩子会有不良的影响，所以我会把它们处理掉。大姨，你要怎么处理他们啊？不要啦，这些 computer game 整天只会 QQQ 444，所以你们的妈咪才会说 QQQ 咯。Andy Rose 说的对，这些游戏玩多了，不知不觉会变得暴力。那我等长大后再玩。那我等像大姨你一样老的时候再玩。大姨很老吗？你丢我们的 computer game 就老，不丢就不老。大姨，你最怕老是不是？女人都怕老。 Yes。 但是人都会老，就好像叶子一样，都会枯黄，这叫自然法则。他是谁啊？我不知道。
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他走进去了。小偷，他是小偷。大姨，你不是监狱官吗？嗯，快去找小偷啊！去啊，快去啊！ Excuse me. Excuse me. Hello. Hello. 你是谁啊？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你为什么闯进别人的家？你为什么闯进别人的家？大姨，不要跟他说了，他是个神经病，你快用功夫把他抓起来！啊！以后不要随便叫人家神经病。sorry。Auntie Rose， 快关铁门！哎呦，惨了！ 哦，这个又坏了。那你快去关门啊！神经病再回来就惨了。我不要，我怕怕。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年轻女孩子，大概那么高，脸色有点苍白的？又是他。 嗨，原来你住在这里啊？不是，你在找人吗？哦，是啊，我在找一个年轻女孩子，身高大概这么高，头发这么长，好像有一阵子没打理了，脸色苍白。对，就是她，她是我女儿。请问你在哪里见过她？你这个做父亲的，果然是有问题。既然女儿精神有问题，就不应该让她到处乱跑。 喂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！我女儿好好的，你干嘛说她精神有问题？我过分？你知道她刚才做了什么事吗？她问都不问一声，就走进人家的屋子。她脸色苍白，目光呆滞，一下子反应缓慢，一下子又突然激动起来。后来似乎发现自己进错了屋子，转身就走了出去，一声抱歉的话都没说。这么怪异的举止，你还说她好好的？ 她本来就好好的，好好的，你有点责任感行不行啊？你不要忽然那么大声行不行啊？我最受不了你这种人，明明是有问题，还以为掩饰太平，说到底就是不愿意正视问题，不愿意承担责任。正是什么问题啊？我女儿本来就好好的，她只不过是迷路罢了。迷路？是啊。 他喜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，不喜欢出门，那迷路也是很正常的事嘛。你别开玩笑了，他既不是3岁小孩子，也不是老眼昏花的老人，你相信他会迷路？那每个人都会迷路的吗？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一个儿子和别人联手欺骗自己的父亲，一个儿子闯了祸就一走了之，现在又多了一个举止怪异的女儿，而你这个做父亲的，却想自欺欺人。 当缩土乌龟，你骂我是乌龟，你才是面目可憎。面目可憎又怎么样？我又没看上你。慧心，慧心，慧心。 慧心，慧心，你是不是在里面啊？慧心，你是不是回来了？
何心。 怎么又堵住了？慧心，开门啊！我是爸爸。慧心，慧心，开门啊！慧心，该不会是晕倒在里面吧？啊！哦！啊！ 你在搞什么鬼啊你！我喊到喉咙都要破了，你都不应我，我撞到腰都要断了，你又不开门。你呀，偷偷从医院跑回来，也不通知我一声，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啊？ Cecilia， 同样一首《For Alice》，你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同？大姨弹得好听多了。其实你的技术不比大姨的差，但是弹钢琴不只需要技术，还需要感情。光是会弹是不够的，要把感情融进去，知道吗？来，再一次。大姨不要，我很累。很累，不想弹啊？好吧。谢谢大姨。我们就来做运动吧。做完运动肯定比较精神。我们就先来一个50次上下蹲立。我突然又想弹了。真的？来吧。Benjamin。大姨做运动吧。我不要。啊！你看你，我只是用一根手指轻轻一点，你就倒下去了，可见你的体能有多差劲，简直是弱不禁风。你知道什么是弱不禁风吗？你的成语也太差劲了，要加紧练习。今晚睡觉前得学10个成语。哈！男孩子将来可是要当兵的，不把身体锻炼好，怎么保家卫国？你不说要当 commando 的吗，commando 最厉害、最威风了。想当最厉害、最威风的 commando， 那就从现在开始锻炼。我不要，我不要当 commando 了。这么容易就改变主意，将来怎么做大事？小孩子吃一点苦怕什么？老师没教过你们吗？吃的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Cecilia， 感情 feelings， 来做运动。我不要，讨厌你，讨厌你。
是不是很讨厌我啊？小时候的你，最喜欢跟着我这里去那里去。爸也知道欠你很多。自从你妈去世后，你就要帮忙照顾3个弟妹。那时候你才13、14岁，13、14岁的你，原本应该开开心心的去上学，开开心心的和朋友出去玩。可是我却要你一放学后马上回家洗衣煮饭，监督3个弟妹读书。我知道这样他剥夺了你很多时间，而且也让你的学业成绩搞得很不好。读了1年大学就退学了。爸真的很对不起你。如果你要因为这样而讨厌我的话，我真的无话可说。不过你相信我，爸也不想这样的。一家4口要我养，几年前金融风暴，爸的生意一落千丈。还好有你安哥Robert入股，加上卖了祖屋应急，公司才不至于倒闭。等到经济好回了，竞争又那么激烈，最近这几年呢，都还在拼命还着银行的贷款。我们住的房子，也是你小姨以低租金租给我们的。我知道，这些问题和负担都要你帮忙承担，这对你很不公平。可是你是家里的长女啊，我不依赖你，我还能依赖谁啊？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真的觉得很心痛。拜托你，不要再把自己封锁在自己的世界里了。家里还有我，还有弟弟和妹妹，我们都是你的亲人啊。你看你，现在病的连路也走不了了，也一声不吭，偷偷从医院跑回来也不通知我们。你刚才是不是迷路，走到人家家里了？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，打电话给弟弟妹妹呢？你这个房间啊，是多久没有收拾了？好像垃圾收集站一样，整天待在这样的房间，人会健康吗？衣服啊，是要收进衣柜里的。哇！你的橱里面怎么放了那么多东西啊？这不是你中学的校服吗？怎么还留着啊？这是你小时候的鞋子，早就该丢了吧？这是什么？喂，这不是你小时候的玩具吗？我不管你怎么想，总之我不能够让你这样继续生活下去。我会叫你的弟弟妹妹帮你整理好房间，然后你每天都要出门，去逛街也好，去找朋友也好。还是你想读书，爸会帮你想办法。如果不想读书，找份工作做也行。还是你想来爸的店帮忙？我说了那么多，你到底有没有听进去啊？你心里有什么想法，就告诉爸。真的，有什么想法今晚说出来，爸一定会尽量配合你的。出去。啊？出去。慧心。出去。好，我出去。护士提醒你记得量体。温。叫你出去，那结果呢？你就这样被自己的女儿赶出门啊？是啊。嗨，你真的是失败啊，bro。我是很失败，我的确是一个很失败的爸爸。妖怪？什么妖怪？我是说，孩子们都是妖怪，
一天天长大就一天天变化。哎，忽然有一天，你会发现他们很恐怖、很陌生，因为全部变妖怪。所以呢，能够让孩子正常成长、不变妖怪的，不是你，也不是我，是伟大的母爱。哦，啊，男人统治世界，女人统治家。世界少了男人当政，肯定大乱；家里少了女人持家，也不会太平。所以陈凯兄，你现在终于了解自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大错了吧？什么错？我不知道。唉，你犯下的大错就是当年拒绝听我的劝告，趁4个孩子年纪还小，赶快给他们找个妈。当年我都给你介绍了至少1打的女人，你连考虑都不考虑。好了，就因为你自己的愚蠢，终于落得今时今日被女儿扫地出门的可悲下场。那是因为你介绍的那些女人。怎么样啊？那些女人怎么了？我介绍的条件会差到哪里去？肯定是要模样有模样，要学识有学识，也个个很现实。哎，陈年往事不提也罢了。好，不提，我们就说现在。现在你听我的第2个劝告，还有机会力挽狂澜，让一切回归正常。什么劝告？赶快给孩子再找个妈。哎，虽然现在有点迟，可是不至于完全绝望。拜托，你有点心意好不好？哇，我说的都是至理名言呢，不听我的话，肯定吃亏在眼前。啊，相信我，一个男人没有后顾之忧，才能专心事业，才能专心寻找快乐的泉源。快乐泉源？Robert 啊 Robert， 你的老毛病又发作了。Bro， 男人没有了爱情的滋润，就好像缺了水的植物，少了氧气的鱼，了无生气，死气沉沉的嘛。你真的不怕你老婆又要跟你离婚了？哎，说得好，你的“又要”2个字说出了玄机。离婚是女人拿来说，不是拿来做的。啊，给你开开眼界，养眼吧。你不怕你老婆查你手机啊？放心，回家之前我肯定彻底消毒。喂，这个女孩子好像很年轻哎，20岁。20岁，比我女儿还要小。罗不了，你下得了手啊 ？Excuse me， 不是我向她下手，是她向我下手啊。拜托你啦，不要把现在的女孩子想得这么简单，她们很清楚知道她们要什么。来，你看，找我了。小心夜路走多了会见鬼啊！插你的乌鸦嘴。喂。从头开始了，谢谢你啊！回家了。哎，本佳敏，轮到你了。哥，轮到你了，我刚才帮你报仇了。哎，Quick，要等。我受够了！现在是什么年代了？哪里有人还玩这种无聊的游戏？我知道现在是电脑时代，但是只要对着电脑，就会不知道白天黑夜，忘了肚子饿了要吃饭。忘了累了要睡觉，还有忘了家人的存在。是咯，你关自己在房间，妹妹关在她的房间，妈关在她的房间，每个人对着 computer， 整间屋子里静悄悄的。Auntie Rose 说的对，虽然大家住在同一间屋子里，但是你们对着电脑的时间比对着家人的时间还要多。会不会有一天你们走出房间，突然发现家人不见了，朋友不见了？只剩下你孤零零一个人，叫爹地爹地不在，叫妈咪妈咪不在，叫狗狗狗狗也不在。咦，好可怕！胆小鬼，大姨只是在吓我们而已。妈咪爹地怎么会不在呢？因为爹地妈咪也沉迷在电脑游戏里，忘了还有2个孩子。妈咪才不会。人类发明电脑，却被电脑控制，这就是最大的问题。大姨，你才有问题。现在谁不过这样的生活了？你搭地铁、搭巴士的时候，不是看到每个人都低头看他们的手机、他们的 tablet 吗？地铁上、巴士上，每一个人都低着头看 tablet、看手机，彼此不理不睬。那是因为他们都是陌生人，那就算了。
可是住在家里的可是最亲的家人，家人之间就要彼此沟通、彼此关心，怎么可以像陌生人一样呢？哥，16位，你可以玩2次。我才不玩这种幼稚的游戏。幼稚？不是吗？这种不用动脑筋的游戏，连白痴都会玩，简直是侮辱我的智慧。好吧，既然你想动脑筋，那大姨就给你个机会。我问你们10道脑筋急转弯问题，如果你能答中5题，就让你玩1个小时的电脑游戏。Do or no do？ 好，尽管放屁过来吧。你放屁好臭。是放马过来啦。好，每道问题限时30秒，准备好了没有？第1道问题，冰变成水最快的方法是什么？计时开始。用 microwave。你是说微波炉吗？错。时间到。冰去到2点，不是变成水了吗？被骗了。都说了是脑筋急转弯问题了吗？下次不要再上当了。来，第2道问题准备好了吗？3个人要分7粒苹果，要怎么分才最公平7除以3，每人分2.3粒苹果。不对，正确的答案是2.333。我看很难切出2.33333苹果吧。时间到，答案是把7粒苹果榨成果汁，你一杯，他一杯，我一杯，不就成了吗？又被骗了，阴险！大姨你很阴险，下次我不会再中计了，我这次一定会答对的。好，另外1题。6412，有。快！告诉大家 Yes, madam。今天我收到大学的通知，我张国强被大学录取了，耶嘿！我自由了。梅德空，不向你发誓，再也不要不了这里。请梅德允许我问你多一个问题。这不是问题。梅德，我想问的是，你结婚了吗？梅德后，我除了会努力考到大学文凭，也会拿出无比的勇气，不管身份和年龄的差距，我一定要追求你。大姨，赶快说答案啊！等一下，先让我擦擦鼻子，怎么这么痒啊？大姨。OK， 答案是错。怎么可能错？你问哪个月有28号？那不是2月吗？当然错了，因为每一个月都有28号啊。对了，8题你们才答对3题。没错，现在只剩下最后2道问题，你们非答对不可，要不然就输给我了。我们不会输的。准备好了没有？第9题，什么东西越洗越脏？计时开始。我知道，是水。答对啦！耶！好了，现在最后一题，也就是决定性的一题了啊！听好，一个女孩子走在沙滩上，为什么她的背后没有脚印？计时开始。
咦，难道是鬼 Auntie Rose， 不要吵。？Sorry。 10、5、4、3、2。我知道，因为他倒推着走，所以他背后当然没有脚印。Bingo！ OK， 现在你们可以去玩1个小时没有暴力、没有血腥的电子游戏，去。耶！ Miracle， 他们已经半天没碰电脑，没玩电脑游戏了。现在的孩子要他们不黏着电脑，不花点心思是不行的。你要是他们的妈咪就好了。你说什么？没有，我说你的手机响了。哦。Hello， 我是，你是谁？我来了。没人后。你是？我都说了，没人后哪里会认得你？你不认得我？我是3208，2年前放出来的。李伟良。对，你看，我都说了，他一定会记得我。没人后啊，我找了阿良来帮忙，他以前是混牙龙一带的，比我熟。啊，他说的是以前。我知道，你现在在开渔场做正当生意。阿良，你就跟没人后说。其实那个 Peter 只是一个小跑腿，他的后台有一个神秘的老板。不过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，我已经动用所有的人脉去查看了。这个集团专在晚上搞卖淫活动，而且只做熟客的生意，要会员介绍才能够入会。每个会员都有一个密码，用密码登录后，就可以在网页上选择他要的对象。Hello， 彼得，为什么网页上没有我？警察已经关注你了，谁敢那么大胆再帮你招生意？哎呀，你先休息一下啦啊！那我要休息到什么时候？我怎样知道？哎呀，再通知你啦。彼得，你也知道我的情况的，我不像其他人一样有父母养的，我需要吃饭，我弟弟需要吃饭，还要看医生，还有我的阿嬷。Excuse me， 小姐，我只是一个小跑腿的，自身难保。等到风声没有那么紧的时候，我再找你了哈。啊，拜。彼得。我不是叫你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吗？你干嘛还是找我啊？你要见我，我哪里还敢见你？难道我不怕你带警察来抓我吗？你要给我钱。他们的活动范围很广，有些豪客还指定要在6星级酒店交易，还有出国服务，什么货色都有。只要顾客有什么要求，他们都可以尽量满足，包括未成年少女，要抓他们不是那么容易。对了，你找到了那个女孩了没？不可能啊，这个网站是对的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他们收到了什么风声，把那女孩的照片撤下来。毕竟她是个未成年少女，被抓到可是很严重的。糟了，我们唯一的线索已经断了，恐怕要找她就没有这么容易。钱呢？你不是说要给我钱吗？快点拿来啊！你跟我见面只是为了钱啊？不是为了钱，难道是跟你谈情说爱啊？难道不行吗？你脑袋坏了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知道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小1到小6，你都坐在我旁边。你是我最重要的人，艾比，我喜欢你。神经病啊！我是个妓女 ，prostitute， 谁有钱我都可以跟谁上床。好了，我不想听了。
你现在给我钱，我也可以跟你上床啊。不要说了，放心吧，就算警察抓了我，我也不会把你名字说出来的。够了。那你到底有没有钱啊？没有钱就不要浪费我时间。哪来的？你要钱你去拿去吧，你问那么多干嘛？拿就拿，才300块。这里是只有300块，剩下的我一定会帮你想办法的。手机？干嘛？手机。你为什么删掉你的号码？因为我不要你再找我了，就当我这个人不存在吧。艾比啊，这300块一半是我跟我大哥借的，另外一半是我打桌球赢来的，你就先拿去吧，剩下的钱我会想办法的。是你坚持叫我拿的啊，不拿白不拿。不过不要这样，就以为我在赌你。喂，不要再跟着我了，陈浩莲。你干嘛？被你害惨了啦！我怎么会害你呢？你不是说你可以从你老爸那边要钱的吗？结果他连警察都叫来了。不是啊，我爸没报警啊。那警察怎么知道我们在哪里？要不是我跑得快，我早就被警察抓了。那个女人不是警察，她好像是什么监狱官啊。那还不是一样？总之我被你害惨就是了。他们现在都不敢叫我去接生意。好事啊！你再说多一次。他们不逼你接生意，那是好事啊。你真的以为我是被逼的？是你自己告诉我，你是因为5000块。那是我随便编的谎言来骗你罢了，因为我不想被你看不起。谁知道你说你有办法从老爸那边要5000块？5000块哎！既然你说的那么轻松，我不就成全你？所以我就叫彼得出来陪我演出戏。谁知道那么倒霉？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你不要再骗我了。我知道你是担心黑道会找我麻烦，所以你宁愿自己受苦，也不要把我卷进去。你的心思是瞒不过我的啊。原来我在你心目中那么伟大，拜托啦，陈浩莲，你有没有再拍我上剧啊？艾比啊，你放心吧，那些人我根本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的。名字叫浩莲就好，不要真的那么show off，不然迟早被人家砍成18块。我拜托你走吧，不要害得我又要被关进感化院。Hello, Aaron. You're back. Okay, 500 is a special price for you. I'll see you at the hotel. Bye. 喂，你不是说他们不逼你接生意了吗？我也是有熟客的 ，OK。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践自己啊？我又不是你的什么谁，我要做什么事那是我的自由 ，OK？ 不是啦，我只是不想看到你作践自己又怎么样？我需要赚钱的。你可以去打工的啊。打工？我又不是没有打过，赚来的钱连酒店的一个buffet都吃不起，做人何必要那么辛苦呢？我现在也是同样的啊，去酒店，只要躺在床上，收入就多了几10倍。这种钱我干嘛不赚呢？你难道没有羞耻心的吗？你问我有没有羞耻心啊？当然是没有啊。你是不是很讨厌我？小时候的你，最喜欢跟着我这里去那里去。乖乖，玩具先借给小哥玩。来，姐姐给你吃糖。姐，这里怎么做？这个乘这个，然后再加这个号码。姐姐，你的手痛不痛吗？没关系，你去玩吧，我快炒完了。